当伯纳德·埃尔诺在机场接收完采访，在联合国官员陪同下，一路直奔联合国总部的时候，美利坚的各大媒体都收到了来自华盛顿的指示。指示很简单，就是尽可能的抹黑伯纳德·埃尔诺，抹得越黑越好。美利坚的媒体虽然表面上宣称新闻自由，但其实背后都被一群财阀掌控。财阀混迹硅谷和华尔街，本质上其实是唯利是图，经常为了利益，为了讨好华盛顿，编造假新闻，歪曲事实。就连大统领在当年没上位的时候，提及这些媒体也会怒斥一句假新闻。不过这些媒体对大统领来说就是马桶，这马桶自己用不上的时候，嫌它骚，嫌它臭，嫌它脏；自己能用上的时候，每天坐在上面又拉又撒的，不知道有多开心。这些媒体现在也不敢忤逆大统领，再加上伯纳德·埃尔诺确实不给他们这些本国媒体的面子，所以大家也都憋着劲想搞他一把。刚好大统领下令了，那就等于是奉旨报仇，大家自然满心欢喜。于是大家开始各显神通，去挖掘伯纳德·埃尔诺身上的黑料。要说黑料，伯纳德·埃尔诺其实有很多，比如当年收购蒂奥品牌的时候，就曾经耍过法兰西政府。收购之前答应要保留工人和岗位，那收购之后直接把几千人从公司赶走，翻脸不认人，甚至还操纵过股市，涉嫌过洗钱，更在收购 LV 的时候搞了很多违规的暗箱操作，实现了非法收购。但是伯纳德·埃尔诺从不在意这些，他是一个标准的实用主义者，唯结果论，一切只为达到目的，为此可以毫无底线。于是美利坚媒体从业者们立刻开始八仙过海，各显神通，把伯纳德·埃尔诺当年各种不正当甚至涉嫌违法的商业竞争都啰了出来，然后竞相报道。一时间新闻标题层出不穷，比如史上最脏的世界首富，再比如你不知道的伯纳德·埃尔诺，亦或者前世界首富，靠抢劫与偷窃上位的无耻混蛋，披着羊皮的狼。伯纳德·埃尔诺抵达联合国之后，正在休息室准备稍后的捐款仪式，助理便一脸沮丧地说：“老板，美利坚媒体在疯狂地抹黑您。”伯纳德·埃尔诺眼皮都不抬一下，冷哼道：“抹黑我，无非就是当年那点事情，早就成国际公开的内容了，无所谓，让他们抹去吧。”助理有些忐忑地说：“可他们现在的密度有点太高了。”几乎全美利坚的媒体都在做这件事情，覆盖力度有点大。不怕，伯纳德·埃尔诺冷笑道，让他们尽情狂欢吧。能爬上世界首富的人，谁起家是干干净净、清清白白的？大统领做生意的时候，不也是各种骚操作吗？随便吧，他们黑得越狠越好，最好黑到我在美利坚混不下去。助理都听傻了，老板这到底要干什么？他以前可不这样啊，以前的他唯利是图到了极致，为了生意，亲爹都能反目，甚至他第一次恶意收购，把创始人挤出创业团队的手法，就是在自己老爸身上搞的皮试，皮试成功才一招鲜吃了几十年。现在这么一个唯利是图的人，竟然对美利坚的业务毫不在意，甚至有点想把生意从美利坚撤出去的意思，这到底是为什么？助理不明白，但伯纳德·埃尔诺来之前就想明白了。靠叶晨许可，一点点攒经验值，500亿经验值可不好攒，说不定10年8年攒不够。既然叶晨让自己来美利坚搞事情，那自己就得抓住这个机会，狠狠地得罪他们，主动造成损失，这样才能确保损失最大化。对自己来说，损失越大，回报越多。这其中的诡异逻辑，这世界上没几个人能想明白。于是他邪魅一笑，心里琢磨，我要是把美利坚市场造没了，叶晨别不认账就行啊。20分钟后，当关于伯纳德·埃尔诺的各种黑料已经在自由美利坚上空密布的时候，伯纳德·埃尔诺整理好自己的西装，走出休息室，来到了聚光灯下。
媒体记者噼里啪啦地对着他拍个不停，很多人都盼着一会的采访环节，因为刚刚发生的舆论战已经单方面向伯纳德·埃尔诺吹响了进攻号角，而伯纳德·埃尔诺还没有任何反击，大家都等着看看他一会儿会有什么样的反应。联合国官员倒是不吃这份瓜，他们只盼着伯纳德·埃尔诺的钱赶紧到账。2亿美金对美利坚政府来说，可能都不够联邦政府公务员喝1年咖啡的，但是对联合国来说，那真是一笔十分肉头的巨款了。这年头，联合国的地位越来越拉胯，别说创收了，连他妈会费都收不齐，经费经常捉襟见肘也就算了，时不时还要被美利坚拽出来抽2耳光。现在有人白给2亿美金，这不跟天上掉馅饼一样？法兰西1年的联合国会费也在1亿3千万美元而已了。于是，联合国官员非常热情积极地操办了整个捐款流程，大支票、拍照、感谢、合影，一系列流程走完之后，联合国官员激动地说：“感谢伯纳德·埃尔诺先生为反恐事业所做的一切。”下面有请埃尔诺先生发表讲话。在联合国官员的热情邀请下，伯纳德·埃尔诺拿起麦克风，面对数不清的媒体记者，微笑着说：“非常荣幸能有这个机会，来到联合国，为全世界的反恐事业尽一份力。”说到这里，他微微一顿，环视着台下的记者们，继续说道：“大家都知道，前些天在白马岛上，险些发生一起震惊全球的极端恐怖袭击。万幸，在最关键的时刻，我用金钱攻势收买了恐怖分子的首脑，才避免了我自己和我夫人、斯维特小姐以及数百名客人、员工惨遭杀害的厄运。我原本以为我们的生活距离恐怖袭击很远很远，但经过这次事件，我才意识到，原来危险就蕴藏在我们每个人的身边。这个世界不只是某些特殊地区有恐怖袭击，在一些远离尘嚣的度假胜地，依旧有人心怀苟且，暗藏祸端。所以，我今天来到这里，高调地走到聚光灯下，就是希望通过这次捐款的行动，身体力行地走到反恐第一线。此刻，伯纳德·埃尔诺一脸义愤填膺地高声道：“其实也有很多人问我，你这么选择跟恐怖分子以及恐怖分子背后的靠山硬碰硬，难道就不怕被抹黑、被报复，甚至被暗杀吗？”台下众人一时间面露笑意，大家都是媒体人，都知道伯纳德·埃尔诺这是在揶揄讽刺美利坚政府的抹黑。这人还真是聪明，你黑我不要紧，我直接把你黑我的行为归类到恐怖分子背后靠山的报复，这一下就把你踩在脚底下了。就在这时，伯纳德·埃尔诺大手一挥，满脸凛然地高喊：“我想说，我不怕，什么都不怕。以前我可能畏手畏脚，怕影响自己的事业发展，怕给集团带来不好的负面，但现在我不再把个人以及集团利益摆在第一位，因为在白马岛，我就已经是死过一次的人了。从那天开始，我每多活一天，都是上帝的恩赐。既然这样，我还有什么好怕的？我就是要勇敢地站出来，勇敢地跟这个世界的肮脏说不，哪怕他们向我挥舞刀枪棍棒，哪怕我会粉身碎骨，也在所不辞。”慷慨激昂的演讲，正义凛然的措辞，让台下的记者一下惊了。除了美利坚的记者心里有些吃味、不舒服之外，其他记者纷纷开始热烈鼓掌。伯纳德·埃尔诺这话说的没毛病，敢在全世界媒体的面前说自己不怕恐怖分子报复暗杀，这勇气真的没谁了。关键，伯纳德·埃尔诺几乎是这个世界上最聪明的那一小撮人之一。如果白马岛的幕后主使是中东那些极端分子，就算叶晨让他刷经验，他也不敢这么嚣张，因为那些人很可能真的对他发动各种极端袭击来打击报复。回春丹是好，但他妈的也得有命吃才行啊！可凑巧的是，白马岛幕后主使是特么的美利坚、黑水公司以及烂泥扶不上墙的叙利亚反对派。而他伯纳德·埃尔诺也不去跟叙利亚反对派对线，就抓着美利坚和黑水公司猛烈开火。因为这俩虽然无耻，
但起码还在正常的世界框架内。他们绝对不敢在这个环境下再暗杀自己，唯一能做的就是打击自己的生意，这不正好能帮自己攒经验吗？所以伯纳德·埃尔诺也就可以肆无忌惮的把美利坚和黑水公司当成软柿子来捏。现场的掌声持续了至少2-3分钟，待掌声终于停下之后，伯纳德·埃尔诺面对镜头，表情冷峻地说道：“刚才在我上台之前，我听说了一些事情，美利坚的媒体似乎在把我以前做过的一些事情翻出来大肆宣传。在这里，我不想做什么解释，毕竟生意人多多少少都会有些非常规的操作手法，谁都不能免俗。”说罢，他冷笑道：“不过，鉴于美利坚媒体在这个时候步调一致的蓄意抹黑行为，我对美利坚的市场环境已经彻底失去信心，所以我宣布，我集团旗下所有在美利坚的品牌门店都将在今晚0点之后正式停止营业。如果美利坚政府以及美利坚媒体想让我在闭嘴或者在滚出去之间2选1，那我选择滚出去。”